我更讨厌的是另一种空军这种空军就是怎样，他都一直喊空，喊房价要崩了，现在买他妈白吃韭菜可是他自己一直在买这种就真的是坏是邪恶这表里不一啊。他一直喊空喊得有凭有据喊到他的信徒很多都很相信都不买房子然后都用行动支持他就是死都不买就对了他自己身为教主，却自己买房子越买越多钱，没跟你讲而已炒房的手段，妈的炉火纯青什么卡斡旋啦、AB 约啦、不让报租补啦甚至什么借名登记啦同社区伙同朋友直接吃5间，日后左手换右手，洗高时下登录啦。表面上他在喊空，实际上他炒房炒的不要不要的，这种我最讨厌了这是邪教教主才干得出来的事情就说一套做一套这样而且他在怎样？他在耽误这些信徒的人生先说结论等你买房子，你的心态一定会有变化，而且会越变越好。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年薪多少的人最爱买房子，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买房前后的心态变化哎呀，这个继承了就不要出来讲了累了好，来聊一下这个买房前后的心态变化这一题好，这个是观众传给我看的新闻这个新闻的标题是写说，买房前天天抱怨高房价，买房后心态完全置换，反而很好笑。这个内容是这样就一个人说他以前是个愤青，居住正义大侠，每天骂政府骂房价，然后等他买了房子以后，就发现他自己的心态开始转变了现在看到有人在骂房价高，或者在讲那个房价会跌，他会觉得很好笑，然后他怀疑说这样子是正常的吗？先说结论很正常非常正常，因为你已经上车，你在车上你从那个车窗往下面看后面追赶车子的人，你的心态当然会不一样每次只要新闻有报某某地方房价又创新高刚好是你买的地方，你还是就会在暗爽好几天那些没有上车的人为什么会骂？就大家很着急他没有买房也害怕未来买不起所以当然要骂那这是人性无可厚非让自己心里好过一点这样。如果他今天本来就没有在 care 房市，他才根本不会在乎涨多少又跌多少就像你的老婆没有在买奢侈品的包包那奢侈品的包包现在涨价多少现在推出什么折扣又关他屁事，对不对就像我没有打算买股票那今天的那个台股创新高或是什么美股熔断崩盘，对我来说完全不在意这讲到这个要讲就是反正美股大跌那个尤其礼拜一早上开会的时候，我就看那个同事都很荡，看他们很荡，我就知道这个就是股票好像有点被套被赔钱这样，这就影响工作我就觉得不是很理想所以你要知道你的心态还会有其他的变化除了你的心态会由空转多以外，你的生活也会变得更加的务实，对，因为要缴房贷你会更认真的看待你花出去的每一分钱。例如以前可能会觉得还没买房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我要用就要用最好的iPhone就要买 Apple 最好的要顶规又要怎样Apple Care 那种我要给它买下去然后手机壳我都用原厂之类。然后买了房子以后，你就觉得说，这个3年前买的呢，好像还可以继续用那就继续好。或是像以前逛街女孩子逛街买衣服包包喜欢就买了出门一次喷个5000、8000、10000，这很正常但是现在你会觉得，这个包包蛮耐用买了3年跟新的一样。买新包包的话，想想还是算了那就开始会有这种心态的转变但是这件事情在那些没买房子的人的眼中，叫做你因为买房子，然后把你的自己的生活怎样过得越来越差了你为了买这间房子牺牲了生活品质，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个不可接受的事情。可是你自己知道你没有对对你来说买东西的 CP 值并不划算最划算的还要拿去缴房贷或是存下一间对像我们现在都是这样那最后你要知道，会乱花钱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存钱没有用我知道这句话讲起来有点地图炮但是你可以去观察看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就很多8+9他可能赚的没有你多，可能他开的车子都比你还好他坐牢的时间比你还长就是了那他的那个户头可能只有5位数
那什么东西都用现金啊，存不了钱。为什么他不存钱？因为他没有存钱的必要，你知道吗？他今天做小弟做细汉呢，可能明天就怎样就进去了。那当然是怎样及时行乐啊，存的钱搞不好以后都用不到。同样为什么你觉得你要每年换一只新手机？因为你觉得存下的钱也是放银行，你用不到不如拿去买买会让我自己开心的东西。可是当我们今天买了房子之后会怎样？就是你就会有房贷要缴。那你知道你缴的钱未来都可以拿回来，因为你卖掉嘛，那你缴的房贷的本金是都可以拿回来的，然后这个钱还可以享受时间的复利，所以缴房贷这件事情就突然怎样就变得很有意义了。你房贷多缴个几万块你都觉得自己离老了有钱会更进一步。那你当然就是没有什么其他要用的投资的话，那你就是努力赚钱就来缴房贷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讲买房前后的心态变化。那我先跟你分享一个新闻就是一个乡民说他以前自己是愤青每天都在骂政府骂房价太高，但是等他买了房子以后，他就开始笑那些骂政府跟骂房价的居住正义大侠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这些人会骂，就是因为他们在追赶已经开走的列车。我要是现在没有房子，我也在骂我跟你讲那如果他的生命中就不 care 房子这件事情，他根本不会去管这个车已经开了多远，这样房价涨了多高。那我也跟你分享了你还会有个心态变化，就是会变得更加务实你会更加重视你消费的合理性 CP 值在花钱之前都会考虑这个跟房贷比较起来到底值不值得。因为之前会乱花钱是因为有存跟没存钱对你来说没有差但是当你有房贷以后，那就是你的储蓄嘛，你就会觉得说就算只是多缴个几千块，你还是觉得生活有在变好这样那我就自然倾向省下来，然后去缴房贷。最后我想问你你买房子以后心态有发生很大的变化吗？欢迎留言跟大家一起分享那如果想要讨论怎么解读政府的房地产政策记得订阅加分享这支影片到你的赖群组。A 片群组也没有关系但是被踢出来你不要怪我那或是加入我的频道会员我拍了一些不能公开，就把影片设成公开的那种议题啦在里面讲现在已经有几支了那加了人蛮多的那你可以一起参与讨论，讲八卦反正只要买房以后就会看多这也不用讨论也不用嘲笑那些空军总司令这是人性毕竟有谁可以忍受自己最庞大的资产价格来个腰斩他还笑得出来的。所以我不会笑那些原本就看空，但是因为各种原因不得不买房子，比方说什么最急的东西通常都是结婚那或是比方说父母生病他爬不动老公寓了，他就必须要换成电梯大楼等等的理由，这都是不能等的人生等级的理由。他原本是空军总司令呢，他就怎样不得不买房呢？我相信他的内心一定也是痛苦的因为他正在成为他以前当空军的时候怎样最讨厌的人，他居然买房子了他就是以前那些被他骂说你们这些韭菜，他现在变成韭菜人生大事就时候到了嘛，就不得不买房子嘛，只好忍痛买他正在成为他自己最讨厌的人他内心一定是痛苦的，然后就有空头转多头，这我能理解这个叫做身不由己这个叫做精神分裂所以我们就不要再去酸人家了。反之我更讨厌的是另一种空军这种空军就是怎样，他都一直喊空，喊房价要崩了，现在买了吗白吃韭菜可是他自己一直在买这种就真的是坏是邪恶这表里不一他一直喊空喊得有凭有据喊到他的信徒很多都很相信都不买房子然后都行动支持他就是死都不买就对了他自己身为教主却自己买房子越买越多钱，没跟你讲而已炒房的手段妈的炉火纯青什么卡斡旋啦 AB 约啦，不让报租补啦甚至什么借名登记啦同社区伙同朋友直接吃5间，日后左手换右手洗高时下登录啦。表面上他在喊空，实际上他炒房炒的不要的，这种我最讨厌了这是邪教教主才干得出来的事情就说一套做一套这样而且他在怎样？他在耽误这些信徒的人生
耽误这信徒的人生。那些信徒本来好好的可以上车的，就因为信他到现在来没有房子，然后行为举止更加偏激，结果他们自己的教主那边私底下吵房吵很大，我讲到这很讨厌啊！我又讲谁又得罪谁，所以又不能说你也不要来问我反观有一位争议一直很大的投资客叫帅过头，你一定听过嘛？你有关注房地产，你一定听过虽然他怎样语不惊人死不休啦，不过他就是那种言行合一的人，他说到做到啊。这种人的言论才是值得参考了。他都一直喊多啊，对啊，然后喊他自己就是投资客，他就是炒房啊，不炒房他会死啊，什么有的没的，对啊，然后他就真的就炒房炒给你看言行合一真男人那么不要那么阳奉阴违有的没的那我也常常看他的抖音也确实学到蛮多知识的，只是他的风格真的是太激进了我想这个不是一般人可以接受，就是你要给他拍拍手，你会觉得说我坏掉了我同流合污了这样不过你看他多少年来，他始终如一呢，他说多就做多呢，对啊，这才是负责任的表现。我跟你说，真的，我真的讨厌那种说一套做一套的人，说到做到嘛，你表里如一嘛，就这样嘛，然后你一直喊空，去耽误到数以千计的人生。数以千计的人的人生这样他得到什么？莫名其妙，真的是。影片看完了我是买房阿元我跟你讲买到会增值的好房子这件事情的难度绝对不亚于你去追女朋友。你看再多的浪漫爱情电影、偶像剧，听再多的两性专家分析，都绝对比不上你直接去追看女生反正不是得到就是学到。那买会增值的好房子这件事情也一样，你听我在这边讲这个房子不能买那个房子适合自住这个房子可以，这个投报不错，就算你再听了100集，你手上也不会凭空变出一间房子啊。所以你最快的方式就是直接下场去看房子你先看再说那你才会知道哪一种房子适合你长期资产买下来你不会怕。为什么我会说买房子跟追女生很像你看你身边有没有这种人在交往之前东挑西挑，条件超级之高，对另一半的要求超级之多男的他就要另一半怎样，肤白貌美大长腿，女的就要男生怎么样，温柔多金8块腹肌。那最后你去看这个要求最多的同学他的对象是不是跟他当初设定的其实差别蛮远的。买房子也是很多新手在买房子的时候也都一堆幻想什么坪数要大，总价要低，景观要好，屋龄要轻，那这种稳赚不赔顶级物件其实根本不会轮到你跟我来买。那所以只有你真的下场了你真的开始去看房子，你才感受到市场的温度，你才会知道说哪一种房子是你可以买，而且你愿意买那你买了以后你不会怕的。那我们的第一步就是要去找到一位信任的房仲，就带你去看，帮你完成买房子交易。这个房仲的角色其实真的很像媒婆。例如今天你要找另一半就算你不知道哪边可以找对象，你还是可以玩交友软体但是房子它不会主动跟你聊天。59以上房子那么多间，你24小时在那边刷你也刷不完。那最有效率 CP 值最高的方式就是你把你的需求资产需求你告诉你信任的房仲，那他来帮你媒合房子。像我买高雄的房子也都是配合这个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我配合超久了，超过10年，我没骗你。那人家就是在地经营嘛，就是专业啊。那我跟他要房子他也都会先过滤适合自产的，他才会 po 给我，也不会强迫推销那你只要考虑这个房子你能不能接受这样就好了非常的 OK。 我是相当信任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我高雄的买卖都是委托他们，我自己有买卖过我才推荐给你的，而且买卖超过10年那我高雄的买卖都是委托他们我不骗你。在高雄不止台积电各项重大建设也都在盖，如果你要自产高雄，我就推荐你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因为我跟店长配合非常久了，非常的尽心负责，也有长期合作的装潢整理出租反正自产高雄，你有房子要买或是要卖我就推荐你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现在就加他们的买房阿元专用 LINE 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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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 那马上你就可以看到他会 po 给你那个适合自产的房子。但是我知道
台北人。怎么样？天龙人很多，我的观众还是中型台北，那你就加另一个 line 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买台北，小老鼠 BUYTAIPEI 就买台北的意思。这位我以前不敢 po 出来那这位是我台北市房地产的前辈导师，非常厉害的等级他店在信义区，他平常主要都是服务台北市超高资产的客户台北市的房地产跟重大建设，我有不懂我也是问他，所以不管你要自产台北、新北或者你房子要给他们卖也都可以啦。那不过我要提醒一下既然你都敢去看台北市了，那你的实力就要够你不要没多少钱，你说你要自产台北就去闹我前辈那边你实力就要够不要没多少预算那边跑去闹这样我真的会被他骂。那我台北、高雄的口袋名单我都推荐给你了那自产台北你就加 line。我再说一次高雄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5个 go 那台北的 line 是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买台北。最后记得好房不好不要炒房，长期自产出租，配合政府的社会住宅政策，做个好房东，合法缴税。额外提醒，欢迎加入我买房阿元的付费频道会员，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OK。